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64.19，收盘价是360.5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70.28，最低价是在359.0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那么不仅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同时我们会看到也是在3月31日这根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8303.12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MACD 快线也是方向转折向下，双线继续下行，开口增大。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空头趋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小红 K 线，上影线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后的回档中，或者准确的说是反转向下中。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呢是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走势。那么上方呢，我们会看到是跳空低开盘，上方是在370附近遇到了压力，然后呢，可以说是在上午盘或者叫前半段，股价一直是一个震荡的走势。那么在午盘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然后下方呢是在360附近得到支撑。那么在这一波下跌之后呢，股价一直是在当日盘中的低位进行震荡，最后呢收盘价也是收在了最低的附近。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生成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实体小红 K 线。那么我们从当日股价的走势来看股价在大幅低开盘之后跳空低开盘之后并没有多头力量去拉抬股价，反而呢，我们会看到在午盘之后，可能是由于消息面的信息呢，使股价出现了进一步的下行。所以从当日的走势来看，是这个空头是非常强势的。好，那么股价目前我们看到收盘价不仅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最低，也跌破了3月31日这根 K 线最低，也就是361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我们曾经把它定义为是股价在这一波上涨之后，如果回档，它将是一个强支撑。而我们会看到，在4月2日这一根 K 线就跌破了这个位置，同时也跌破了5日均线值。在当日又抱有大的成交量，说明当日在跌深之后是有卖压出现的。那么出现这样的结果呢，也将预示着日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而进一步的下行就是352。我们会看到股价在近期一直是在这样一个反弹，然后再反转向下，再反弹，再反转向下，一直是处于一个震荡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在前2期视频或者前一期视频我们还提到过，我们曾经预测股价是在350到370这一波空头将会在这个地方得到支撑。那么我们会看到，只是反弹了2天呢，股价又出现了反转向下。那这样一来，我们要特别关注下方的352这个位置。一旦股价跌破这个位置，将会再次出现新低。那么上方4月1日这根 K 线将会成为一个头，那将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而继续下行。所以近1周的这个或者说是
可以这样说是近一周的交易呢，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我们会看看股价能否在这个地方得到一个支撑。对，好，那么我们从当日的走势和 K 线的线形来解读，在接下来的交易日，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或者会在这个地方生成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日后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两个可能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第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将会继续反弹，收盘价我们给了2个位置，一个是在382，其实就是横盘向上的这样一个走势，还有一个是补量上攻，收盘在394，而实际我们会看到它是出现了一个补量的下跌，也就是出现了回档。我们预测回档呢是在375附近，而实际的回档是在360这个附近。我们预测的回档与实际的发生不仅是点位上相差巨大，同时走势不同，性质当然也是不同的。好，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反转向下，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4月6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352，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我们说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360，它将是一个支撑。其实更强的支撑就是352。然后第二个目标是343，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就是273。当然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我们会看到这还有好几个中间目标。好，这是下行，我们再来看上行。上行的目标我们先不做调整，虽然4月1日这根 K 线好像已经成为一个头部，但是我们要等股价出现新低或者跌破352之后，这个地方才能会成为一个头部，否则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回档一旦反弹呢，这将是建立多头的第一个头。所以我们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仍然把它定在396，而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其实除了各条均线之最关键的标志位就是4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383附近。实际上对于4月6日来说，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那么这个位置将是日后股价能否突破396的一个关键标志位。当然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还有各条均线值，还有上方的这个缺口。好，那么第一个目标396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416，第三个目标就是436。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6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我们取的是378。那么股价在4月2日盘中这是出现了大幅的跳空低开，当然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很低的一个位置。那么到了4月6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我们取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359这个位置，取这个位置作为观察位的目的就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股价如果不出现新低，也就是一直在前低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或者至少是横盘的走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很容易出现一根 K 线去跌破352，所以在4月6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359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依次看看周 K 线图。因为3月31日收盘之后呢，我们并没有对月 K 线图进行解读，我们今天来补充一下。好，那么在3月份
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我们会看到是股价下跌的行进中。那么当月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留下了长长的上下影线，说明股价反弹上方有压，而出现下跌的时候呢，下方正好是在20均值这个位置是得到了支撑，股价是被拉抬到当月 K 线中下部这个位置。所以说出现这样的一根 K 线呢，我们再来看成交量，呈现的是不能说抱有大量，出现的是增量。那么一旦出现增量，再含有这样的上下影线呢，说明当月呢股价实际上是有在这个地方是有换手的，相对于之前来说。那么出现这样的 K 线呢，我们说目前单从 K 线信息而言，我们要看它的最低，也就是当月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在这个地方352，也就是在当月。那么如果股价能够是在它的上方运行，或者说是能够在20均值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否则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延续着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走势，而在本月也就是4月份跌破20均值。那么目前对于月 K 线图来说，2025年9月份这根 K 线，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它的最低是在325这个位置，将会是一个相对较强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对于夜 K 线图来说，更强的支撑是在214，也就是这两个位置。好，那从生成的这根 K 线来讲，在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月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高开高走会有反弹，低开低走呢股价呢将会有继续下行的风险。那我们迟后了2个交易日再来看月 K 线图，其实在4月份我们会看到开盘是一个高开，然后2个交易日出现了高开低走，但是我们继续关注可以继续关注股价的走势。如果我们会看到20均值能够支撑这股价，那说明是高开回踩20均值，然后再被拉升，从而站上5均值，这样的可能也是不能够排除的，也应该是有机会的。好，那么出现这样的K 线呢，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高开高走会反弹，低开低走会有下跌。好，那么我们再来给出接下来一个交易月，也就是4月份收盘的股价的一个预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3月份股价预测，收盘价呢，如果收在高位，我们预测是在430；如果收在低位呢，是在361。月中我们要关注前低388这个位置。而我们看到在3月份股价呢是在这个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震荡，最后呢是收在了这个观察位的下方，其实离我们给出的收盘价的位置呢也是相对较近的。好，那么这是对之前预测的回顾。那么到了4月份，我们要给出股价如果是收盘在高位，我们认为会收盘在404附近，在这个位置。好，我们来看看402、404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上移一点这个水平线。好，高位是在404，
如果收在低位，将会收在361这个位置，仍然是我们前一个交易月给出的一个位置不变。但是呢，在月中我们要调整一下观察位，月中我们要关注的是390。对，390呢，我们取的是之前，也就是3月份，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月实体的上沿，我们要把这个观察位上移一点。好，从已经开始的2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是在观察位的下方运行。好，那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的解读。总结一下，收在高位是在404，收在低位是在361。月中我们要关注390这个位置。好，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我们来看看在3月份最后一个交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上影线长，这是一个典型的叫做锤子倒锤线。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的线型和上一周的 K 线线型基本是相似，也就是出现锤子线。我们再来看成交量，如果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说明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所谓变盘的信号 K 线，就是如果高开高走，股价能够站上这个锤子线的最高，对于这根锤线来说是382，那么这个位置呢，这根 K 线将会成为一根变盘的信号 K 线，一旦被确认，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但是前提应该是在这个地方要抱有大的成交量。但是从现在来看，这根 K 线成交量不足，那么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是一根休息的 K 线，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一旦出现休息 K 线，那么取决于在周中的走势。如果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站上它的最高，我们说股价将会有强势的反弹。但是如果在周中股价一旦出现这个新低，也就是在351下方，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对，好，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的解读，也就是这根 K 线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不是变盘的信号 K 线。所以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呢，我们要关注在其实352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位置，一会儿我们还会要给出观察位。好，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预测的时候的信息。在3月份最后一个交易周呢，我们预测如果收在高位将会在375附近，如果收在低位呢将会在351附近。那么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在360，也就是说前一个交易周 K 线的最低。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其实在周中也是出现了震荡的走势，最后收盘价是在我们给出的观察位附近，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横盘向下的一个走势。好，那么我们来看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收在高位，我们认为将会收在388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而站上前高。好，如果是收在低位呢，我们仍然收盘会在351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好，那么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我们取的是360
365，我们取的是这根休息 K 线实体的上沿，也就是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那么这根 K 线将会成为变盘的信号 K 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会看到会继续延续这样的空头趋势而出现下跌。收盘价我们补充一下，收盘价我们给的低位仍然是351，实际上还会出现新低，最后呢我们认为收盘价会被拉回到这个地方。如果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是下行的一个走势的话，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么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多头仓位，我们给出的技术上的进场点位是在371，也就是3月31日这个收盘价。我们给出的获利位置呢，应该是在390以上，388以上，也就是在2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那么股价并没有到达这个地方，因此呢，这个仓位应该不会是获利出场。好了，那么到了4月2日，股价目前收盘价是在360.59，不仅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还跌破了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所以对于这个仓位可以止损出场。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以守352。那么对于这个仓位呢，我们会跟踪到止损出场。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现在要守的位置就是从370，也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最高，然后一直到上方的383，也就是这个区域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然后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52。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它的范围是从365到367。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370到372，包括前高。第三个压力位是282到283，这也是一个强压力。20日均线值是在这个位置。好，第四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是496，是在这个位置。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352，第二个支撑呢，我们给出是343，第三个支撑是325，这个位置并不陌生。我们刚刚在月 K 线图解读的时候说了，这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它的最低就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么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4月6日我们给出的预测呢，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是分先后顺序的。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61，上方最高会到达372，收盘价会收在370附近。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61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么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将会有继续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63，下方最低会到达353，收盘价会收在356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行，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63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